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。上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我家小院地面选择烧结砖的原因，这期视频将从3个方面说我遇到的踩坑点以及采取的解决方法。此外，最重要的一点材质对比和补充分享放到视频结尾，希望看完不踩坑。第一，采购过程可以说喜忧参半，简单说就是务必采购质量好的砖块。前期的买样品、沟通、下单、收货都很顺利。开始施工几个平方时，发现多数砖有问题，砖面有裂纹，边角如同酥饼一样，一碰就碎。用刀切开截面看，里面分层严重。我心想完了，一大笔钱打水漂了。赶紧联系商家，刚开始的沟通不太顺利，电话里听起来和我差不多年纪的老板脾气特急，沟通无果，给我留了他父亲的手机号。好在老厂长保证自己的产品出了问题一定解决到底，并承诺第2天就安排工厂烧制，自己监督。数天后如约收到了补发的砖，确实大不相同，基本上块块都是好砖，我这才松了口气，问题算是顺利解决了。和我装修时遇到的几个江浙老板比较相似，出了问题售后到底，哪怕是小地方小品牌。缺点是批次质量不稳定，这次给我的损失是重新喊1天叉车的费用，以及部分误工费，延误1周工期。第二，施工过程，此处划重点，最重要的就是基础要夯实，尤其是不用混凝土固定的柔性铺装，最好用平板夯实机将底层土压实，再用8厘米碎石做基底，铺上5厘米细沙，铺完砖后再用夯实机夯实。但以上我说的是柔性铺设教科书式的做法，实际的施工不是这样的。没错，因为院子工程，我现学了几门园林基础课。尽管在前期项目经理表示他们很少采用柔性铺装，但可以在施工层面保证没问题。完工半个月内就出现大大小小、深深浅浅的凹坑，补完一个，过2天又塌陷一个，到第3次，项目经理和我说干不了。现在看到的视频是我们自己请了2次师傅帮忙修复项目质保期内留下的坑，以及之后又出现的一处凹陷。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，是不是采用混凝土浇筑更一劳永逸，还是说混凝土对地基夯实要求更高？关于这个我不太懂，知道的朋友欢迎评论区补充。好在修复后使用了半年，目前不再出现凹陷的问题。第3，使用过程遇到2个问题。第一，杂草从砖缝中长得非常肆意，从4月到10月，基本上1个月要铲1次，要么打除草剂，要么手工铲除，或者你一开始就水泥浇筑地基，这个问题或许会好很多。杂草在我们多雨地带没法避免，从这个角度讲，柔性铺设更适合偏干旱地区。第二，极容易长青苔，脚底打滑，尤其是漫长的黄梅雨季和整个多雨的春夏，此时不建议上年纪的家人独自去庭院，最好每月用高压水枪冲洗1次，时间间隔越长，清洗难度越大。我一般等雨季过了再冲洗，同时连日的暴晒也会自然而然消灭不少青苔。这一点而言，烧结砖也更适合偏干旱地区。以上3点经验教训分享，前2点或许可以通过请一个优质靠谱的全包团队解决，我的小院工程算半包吧。第3点我觉得无可避免，也是自然界中正常现象，个人而言可以接受，虽然不是十全十美，也是差强人意。最后再补充一点我对砖块材质的使用感受，关于烧结砖和混凝土透水砖之间，我现在觉得后者也不错，最大的优势就是透水快，有助于排水。第二，干的也快，不容易长青苔，这点非常实用。尽管颜色不多，但当硬化面积很小的时候，视觉重心始终在绿植上，选择一个和谐的主色调即可。烧结砖的优势在于比较美观，但就个人体验而言，后期维护成本更高。感谢收看靓仔小虾饺的频道，觉得有用点赞收藏，助力 UP 更新，以后会继续造园避坑系列的更新，喜欢的话欢迎关注和一键3连，点小心心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